现在出现在你面前的是土豆服务器，塑料的手感，平衡的崩塌，黑丝的诱惑，新时代的缝合怪，老色批的新世界，近战武器比射击武器还强。网易最火搜打车手游，曾经的摸金三幻神之一，号称出金率只增不减，却在私底下暗改爆率的萤火突击，我相信玩过的或者没玩过的，应该都听过其鼎鼎大名。从去年6月公测至今，游戏刚度过它1周年的生日，短短1年的时间，游戏的核心玩法一变再变，玩家数量呈指数下滑。如今再将三幻神放在一起，萤火突击已沦为边缘性产品，与三角洲和暗区突围的差距越拉越大。难道萤火突击也要走上网易的老路，高开低走吗？2021年9月6日，萤火突击首次在国内曝光，彼时的三角洲行动尚未公布。暗区突围主打你真硬核射击手游，超凡先锋走生存射击、财富竞技的路线，而萤火突击则选择战术道具方向。从核心的内容上来说，3款游戏虽同为搜打车产品，但是涉及到核心玩法部分，每款游戏的内容都各不相同。如萤火突击除了饥饿、伤痛、武器零件改造等常规内容，首次在搜打车游戏中加入了宠物系统这一新的玩法，让其兼具保险箱的功能。2021年9月23日，萤火突击开启国内首测萤火测试，八福工厂、秋山、南风港、医药公司4张风格迥异的战场地图展现眼前。当时腾讯的暗区突围已经内测过一次，网易为了打出差异化，声称自己主打无限出金概念，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用户。不得不说，初期网易对于这款手游的定位非常明确，加上此前国际服测试的效果不错，让萤火突击的国服手册开了一个好头。然而，受限于游戏版号，萤火突击在2021年10月2测后就销声匿迹，专注于国际服的运营，并于2022年9月上线 Steam。这一年手游基本毫无进展。2023年12月，萤火突击宣布拿下版号，自此团队运营重心全面调整，许多在国际服还算有特色的内容进行了各种调整和删减，基本就是能学暗区就照着学，硬核学不了就走战术道具。为此，萤火突击还打出口号，海报上写着弃暗投营，算是明着与暗区突围较量。在萤火突击拿下版号的1个月后，2024年1月，国服开启追光测试，每一位出入游戏的玩家都会免费获得一只名为雷克斯的宠物，它是移动保险箱，也能寻回物资。2024年3月，追光2测开启，此后游戏带着1500万的玩家预约数，宣布定档6月6日公测，口号无限出金，这把必赢。得知萤火突击即将上线，暗区突围马上在6月6日这天开启了一个66突围节，算是进行了一个反击。但网易的游戏表现如何先不说，打嘴炮肯定是不能输的，立马就甩出一张海报，上面写着66突围不如66突突，只能说论整活还得是网易游戏。2024年6月6日，萤火突击正式公测进入 SS1 赛季，并推出名为战术时代的主题。如果说暗区突围的矛盾是走轻量化还是走硬核，那萤火突击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轻量化上放飞自我。从国服开测的那天起，这款游戏就没打算走硬核道路，甚至可以说它只是披着搜打车的皮，其核心内容依旧是网易的老一套。开局先给你一条宠物，这些宠物初期的功能只是一个移动保险箱，但到了后来，各种功能的宠物都有，比如 SS2 赛季加入游骑兵与牛马，这2只宠物拥有远距离搬运敌人物资的能力。SS3 赛季加入熊猫主宝与龙猫毛球，它们能在玩家倒地后生成护盾，防止被处决，直接原地给玩家一个复活甲。后来还有什么生成冰墙的冰系宠物，可以点石成金，让收益翻倍的宠物。除此之外，还有能扮隐形、能扫描敌人、能召唤闪电、能无视战甲等各种装备。至于什么无人机、芯片系统，还有对局里合成材料等，应有尽有。至于说近战武器，也是网易的一大特色，可以远程位移的唐横刀，能精准制敌、直接秒人的飞刀等。官方每个赛季的更新都能给你整出新的花样，当然这一点也直接体现在赛季名字上。像 SS1 赛季是战术主题，那就是一些电磁脉冲、探测球、隐身之类。SS2 赛季是一个沙漠主题，加入了金字塔地图、法老大金，还有罗盘可以对大金宝箱进行定位，甚至还有一个俘虏功能的玩法，可以把对局里的 BOSS 给绑走，甚至就连护甲也能整出活。像麦格尔4级护甲，生命值低的时候能引爆一颗烟雾弹来给玩家进行保命。到了 SS3 赛季，直接就不装了，用黑科技来定位主题，可以跟宠物绑定在一起协同行动，并且能通过宠物的视角潜入，还有能寻声的迫击炮和充气的假人。官方已然在轻量化上彻底放飞自我。从以上的介绍中，其实大家也能看出，这款游戏跟传统的搜打车产品在玩法上是大相径庭的，或者说许多在玩这款游戏的玩家也压根没有把它当做一款正经的搜打车，它本质是披着搜打车的皮，走的还是荒野行动的那一套。至于你说这样的方式有没有市场，从目前的成绩来看，萤火突击算是保住了一点点基本盘。从排名和收入上看，它早就被暗区突围和三角洲甩开，甚至这个差距越拉越大。但是神奇的是，萤火突击的评分居然比他们还高，只能说全靠同行的衬托。那在网上有不少人调侃游戏的物价问题，
的确，由于官方最初轻松出金的承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游戏通货膨胀，这也让他收获津巴布韦突围的外号。但是有一说一，萤火突击的物价也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好。首先就是爆率被暗改，再加上红区、海地商店、官方调控等，让物价没有到市场崩溃那一步。其实萤火突击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搜打车游戏的成就感，打架没有博弈感，摸金没有惊喜感，射击辅瞄一开就当传统射击游戏在打。另外就是这款游戏真没有多少新人入坑，打久了像是在打单机游戏，各方面的正反馈都不足。说白了，想要玩花里胡哨内容的，网易有荒野行动，腾讯有和平精英，想硬核玩暗区，想竞技玩三角洲，能留给萤火突击的用户不多。这也是为什么运营1年后，游戏的用户数逐渐走低。现在大家也就弄一些奇怪的大金或服装，最多再收集一下音乐碟就没了。到现在，官方除了在玩法上整活，直接向小黄油挺进，真就打算在一条路上走到黑，搞得许多退游后再回坑的玩家看到只会在心里默默问一句：网易这到底造了个啥玩意出来？